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来讲一个自己家门口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最新动向。那就在前2天7月初的时候，台湾联合报突然爆出一条极其刺眼的猛料，说美军大名鼎鼎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这回他不是来走马观花的，而是已经正式进入了台陆军的特战营，直接参与到了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里。他们不仅是近距离的观察台军的战斗力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操作美制装备。台媒甚至用了一种颇为兴奋的语气说这叫美台恢复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这消息一出来呢，岛内某些人立马开始敲锣打鼓一副老大哥终于来的狂欢架势。而台陆军司令部呢，则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对具体人数和驻扎地点一律回复3个字儿：不评论。很多人一看到这儿就会觉得，切，不就是来了几个特种兵吗？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这几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老美是不是又在玩口头支持的把戏啊？兄弟，你要是这么看问题那华盛顿那帮玩战术的智库做梦都能笑醒了。这个消息之所以值得咱们今天专门做一期视频来深扒，不在于来了几个人而在于美国和岛内某些势力的军事勾结，这回性质彻底变了。那要看懂这次上岛的严重性咱们得先看看以前美军顾问在岛内是个什么状态。其实美军特战人员跟台军的接触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那比如说之前根据美国相关国防授权法的要求，美军的顾问其实早就已经常驻在了金门、澎湖这些外岛的台军2栖营里。那个时候的美军顾问就像是那个驾校里面的兼职教练，他们大老远的跑过去，主要任务是搞装备售后教学，教完课开完会，教练就打卡下班了。而且呢，这个活动的地点全都是死死的限制在金门、澎湖这些最前线的外岛。其实说白了它更像是一种政治姿态的点缀。但是它这回进驻的地点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根据台媒露出来的风声这批美军特种兵活动的区域不再是那些孤悬海外的外岛了，而是直接扎进了桃园龙潭的特战指挥部以及台中溧阳营区的特战训练中心。这可是本岛的核心腹地更是整个岛内防务的最核心纵深。这就意味着美军接触的不再是那些站岗放哨的侦察兵了，而是直接切入了本岛纵深作战和要地防护的核心王牌力量。那除了这个地点变了，双方合作的内容更是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以前呢，美军是教你怎么打枪，怎么调雷达，属于技术工种。而现在美军是直接介入了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这就叫教你怎么打仗，怎么指挥。而且更阴险的是有这个分析指出，这批美军现在以半年一轮换的方式在岛内执行任务。大伙儿品品轮换制度这4个字这说明已经不是什么偶尔来一次的短期技术交流了而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制度化的长期嵌入。这比老美会被派几万人马大张旗鼓的上岛要现实的多，也隐蔽的多呀。那看到这儿，肯定有人要问了几千个特种兵面对绝对的现代化洪流，他们到底打算怎么打这套战术这就不得不提到华盛顿现在正在疯狂推进的一套极具恶意的战略计划叫无人机风潮与无人地狱。那就在7月2号，美国在台协会的新任负责人公开出来放话，大放厥词的说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风潮，由空中、水面和水下的无人平台共同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他的理由还挺与时俱进的，说现在的战争规则已经被无人机彻底改写了。那很多人会以为这又是老美临时想出来的新词儿，其实不然这条线老美在背后已经悄悄铺了整整3年了。咱们来对一下时间线。那早在2023年的8月，那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地狱景象的构想，就是希望借助海量便宜的无人系统，在冲突爆发的最初24小时内直接瘫痪上千个前沿目标。那到了2024年的6月，新接任的印太司令在新加坡接受采访的时候把这套思路说得更直白、更露骨了。他说美国要利用海量的空中、水面和水下无人机，把台湾海峡变成一片无人地狱，让对方在渡海作战那1个月里过得极其痛苦，以此来为美军调动主力争取时间。那为了配合这个无人地狱的 PPT 构想，五角大楼这几年在掏真金白银
他们启动了一个叫复制者的项目，在24个月内疯狂列装数千套的自主无人系统，砸了10几个亿的美元啊。那到了2020年的2月啊，华盛顿的各大智库更是联合发布了一份详细的落地报告，就把这个地狱景象给细化成了4层海空防御网。意思是从距离海岸线80公里的地方开始啊，就用铺天盖地的巡飞、无人艇和近岸火力，一层一层的去消耗渡海的编队。把这些背景跟咱们今天聊的美军特种兵进驻特战营放在一起看，你是不是瞬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啊？这个账啊，其实算得太明白了。五角大楼的复制者计划解决的是装备从哪来的问题，印太司令部的无人地狱构想解决的是战略 PPT 怎么画的问题，而现在驻台的绿色贝雷帽解决的是基层部队怎么用的问题。这帮美国特种兵这回过来，核心任务极有可能就是帮台军在最基层的连队里把这个微型侦察无人机、目标定位系统、美式战术通信和分散作战的战法给真正的缝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美式作战链条。低成本的微型无人机漫天飞，负责在前面当眼睛发现目标，隐藏在民房坑道里的台军特战分队在后方用数据链引导和确认目标，把这个实时坐标传回指挥部，那再由后方的远程导弹或者是巡飞弹完成致命一击。老美这算盘珠子打得响啊，他们知道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派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跨越大洋来拼命，美国国内的选民肯定不答应啊，白宫谁也承担不起这个代价。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了这个最省钱也最阴险的招数，就是用少量的顾问、几套数据系统，再加上一堆便宜的无人机，把这个台军改造成一个帮美军在前线传数据的后台节点，把整座岛变成一个巨大的马蜂窝。那至于马蜂窝最后会不会被一把火烧个干净，对不起那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为什么美国意图已成阳谋，台海这张牌局依然在维持着脆弱的平衡？答案呢，藏在3条底线的致命博弈中。其一，中方的红线，钢板一块，高压带电。从2024年到2026年，中方的表态一以贯之，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这不仅是外交辞令更是战略意志。这根红线没有妥协的余地，谁触碰谁就会面临毁灭性的对等回应。还有其二美方的折线，两头瞒两头吃。美国在台湾玩的是高度虚伪的平衡术，嘴上承诺不希望局势失控，背地里却紧锣密鼓的通过数百亿美元的军售武装岛内。他不敢公开撕破脸因为代价他付不起，但他绝对不会收手因为他想通过切香肠来无限期压榨地缘红利。还有第三岛内政客的虚线，狐假虎威，捆绑绑架。岛内某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通过媒体炒作美军入台来制造政治幻觉，以此来收割选票。更阴险的是他们试图通过这些动作造成既成事实，强行把美国拖入火坑。那万一局势失控了，他们赌的就是美国无法全身而退。3条线在暗处激烈碰撞，每一寸位移都在消耗最后的耐心。这种平衡正如火药桶上的钢丝舞离那个地动山摇的瞬间爆发已经越来越近。那细看到这儿，咱把所有的线索和内幕全部串起来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今天来岛内的这几个绿色贝雷帽的特种兵，如果是放在纯军事对决的角度来看意义呢其实非常有限。在绝对的现代化联合封锁和立体打击体系面前几百名教官和几千架微型无人机根本就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绝对大势但是它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和信任崩塌却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切香肠式的切法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在悄悄的全方位的改变局势的走向。今天美军人员进个营区，明天无人机变个蜂巢，后天演习规模扩大一点，每一步单独切下来看着好像都不至于立刻引爆全面冲突，但这种动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让博弈的双方面临一个巨大的死胡同。你觉得你在做防御，我觉得你是在挑衅；你觉得你在加固安全，我觉得你是在准备备战。双方都觉得自己每一步都走得有理有据的。等到某一天双方都怀疑对方要动手的时候，那只要一个小小的火星子，整张桌子就会被当场掀翻了。到时候想退可就是谁也找不到退路了。面对老美这种在桌子底下疯狂切香肠的阴险手腕，咱们中国这回到底会怎么接招呢？
那现在呢，网上的战略大师和热心的网友们也因为接下来的应对策略彻底吵翻了。基本上呢就是分成2大派啊。第一，雷霆派，这一派人呢，他主张绝对不能惯着。既然你美军顾问敢进驻本岛纵深，那咱们的联合巡航、实兵演练就直接往核心区域压。你今天赶来特种兵，明天咱们的万吨大驱就直接贴着线走。海空封锁的演练随时会变成实战，用最强大的军事压力，让岛内那帮狐假虎威的人明白啊，美国人送来的不是避风港，而是最快引来雷霆之火的引雷针。第二，战略派，这一派呢，则是主张隐而不发，继续熬鹰。两派的实力对比天平，每天都在往大陆这边倾斜。老美现在玩无人机，玩特种兵，恰恰就说明他在传统的大型航母和常规军事威慑上已经是无牌可打，快顶不住了，所以才开始玩这种低成本的边缘游戏。咱们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下饺子，继续完善我们的反肌肉区域拒止体系。等到我们的各方面实力达到绝对压倒性优势的那一天这几只所谓的绿色贝雷帽自然呢就会像当年的历史垃圾一样连夜坐着直升机撤走。那视频的最后，你是支持用雷霆手段立刻给某些人一个毕生难忘的教训，还是选择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在最完美的时机完成最后一击？